男人想要在 A 股里面游龙稳赚，想要去吸引那些数不清的优质美女，那你就必须得学会仓位管理啊。什么是仓位管理？仓位管理就是你投资的资金占你总资金的比例情况。你一上来，投资就梭哈，对吧？那你的仓位就会失控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大概率干嘛？被套牢。即便后面你发现了一个更优质的这个牛股，你也没有任何资金可以去入局了。那这跟感情有什么关系呢？大了去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你遇到了很多女生，她条件不如你，但是她却可以很理直气壮的去不尊重你啊，甚至是从来都不对你主动啊，或者说拿你骑驴找马，其实就是因为她掌握了仓位管理这个非常 BT 的一个能力。尤其你们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明明感觉得出来这个女生她对你是有好感的，但是她还是会同时有好几个这种异性好朋友，甚至还会当着你的面去跟他们开一些近距离的玩笑。她就不怕惹你生气，然后会失去你吗？是的，她不怕，因为这就是她对你的一种仓位管理。她在用这种行为告诉你，她不怕你的离开，也不怕失去你。他精准地命中了你人性中的损失厌恶，所以你不仅不会离开他，反而也会因此加倍的珍惜他。那我们又如何把这一套反过来落地呢？那老规矩啊，今天我直接用一个真实的 case 给你们分析的明明白白。这个兄弟呢，今年34了，在泰国做玩具生意10多年了，年利润呢有8位数。那去年夏天呢，这位叫全哥的兄弟呢，他在曼谷电音节认识了一个02年的国内女生在香港上学金融的。那暑假呢，这女孩就一个人跑去泰国玩了，而且这个女孩有一半的英国血统，妥妥的这个混血大美女。所以全哥当时也是有被吸引到吧，主动的接触了女生。平时呢有空就花神导游开车带着女生到处去玩，就算全哥没有空，也会派助理保镖去跟着这个女孩。那全哥这一套这个连招其实挺有效的。有一次他俩去骑大象的时候呢，这女生就主动说要跟全哥一起骑，而且还主动拉全哥的手从自己腰后面去抱着自己。那之后呢，即便这个小女孩她回到香港去上学去了，她也会每天给全哥分享一些日常，有时候还会发一些自拍照这种，对吧？就给全哥。反正给全哥挠的是说实话心痒痒的。那前段时间呢，全哥就主动挑了一个香港的这个供应商去谈生意，顺道呢就想去看一看这个女生。等落地之后呢，刚开始还一切挺顺利的，女生呢也带着小礼物来接全哥的机。那问题呢就出现在了第3天，女生呢她在一个酒馆组了一个小局。那除了全哥以外呢，还有一个男生算这个女生的同学吧。之后酒过3巡全哥就去搭到了这个女孩的肩膀上。按照全哥的印象里呢，这点小接触女生是不可能反感的，对不对？结果没想到这个女生她不仅在当时就当场就主动甩开了全哥就是他的手嘛，然后起身就要去卫生间了，而且不要全哥跟着反而干嘛拉着对面那个男生一起去的奇怪的点就来了，女生回来了之后呢，又主动来找全哥来玩游戏了。全哥当时心里面肯定是憋着气儿呢，对不对他就没接这个女生的茬，喝了一点自己就一个人在那喝闷酒，然后就跟那个女孩说什么今天晚上我没什么心情，我先走了。然后全哥就直接回酒店了。本来全哥还想着那女生之后应该会来主动找自己道歉的吧，结果这个女生压根儿就没来，而全哥呢又不好意思主动去低头，再加上他搞不懂这个女生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生会那么的介意在那样一个场合下去搭着他肩膀，所以全哥就来找到了我。那在我接手之后，我就了解到全哥在香港其实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吧，所以我就先给他规划了1周带着他去全方位的做了提升。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也有做一些练习毕竟香港说实话也是一个不错的地儿那出了成效之后呢，在第2周我就帮他把这个女生约出来见了一面不过当天这个饭局我说实话，在没有提前说明的情况下，这个女生居然又把她的男同学带来了。这个行为让全哥是非常的不爽，要不是全哥当时都已经跟着我提升了有1周了，我估计全哥当时当场都想掀桌子就破防了嘛。不过呢，他还是坚持到了这个炼狱局结束，全程没有任何的不得体的这种行为，或者说语言直到散场之后呢，全哥就问我说怎么办，怎么应对。
我当时就让全哥先稳住，给女生发了一条消息，是这么说的：今天见到你挺开心的，下周我就回泰国了，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女生她原本呢会以为全哥会破防啊，甚至会跟他吵啊闹啊什么之类的，但我们偏不这么做，因为我们女人就是这样的，搞不定的男人才有意思。如果他搞不定你，那就一定会一直缠着你，但如果他搞定了，那就会瞬间离开你。那女生当时怎么回复的啊？直接说啊，这么快？是不是我今天把 Jason 叫来一起吃饭，你生气了呀？所以你就提前走啊？那我们就回复他说，你想多了，你交什么朋友是你的事儿，我也不能干涉，同时我也不想干涉啊。女生当时也直接回复了，说到这儿，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呢。前天他突然跟我表白了，我一直把他当朋友，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OK，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废策。这个女生她会跟你说她最近有哪个追求者呀，或者是说哪个男生又给她表白了呀等等。那像这种废策，我们该怎么解呢？挺好啊。遇到这种难回答的问题呢，你就去回答对方的目的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女生她现在她的目的是什么？激将法，让全哥对她重视一点，对不对啊？那我们的回答就有2种，第一呢是给她重视，第二呢就是反过来让她感觉不到被重视啊。而现在这个女生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呢，已经让全哥很不舒服了，所以我们的选择肯定就是第2种，直接就回复她说，这种事儿不用跟我商量啊。如果说你是想拿我跟他做对比，然后2选1，那请你选他，不要选我。我永远都不会做选择题里的备选项，我只会做填空题里的唯一解。这个就是仓位管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焦哥呢把它称之为风险对冲啊，也就是说面对女人的试探，你一定要让她知道她这么做是有风险的，她是可能会真的彻底的失去你的。那这个时候她才会打心底眼里开始去敬畏你啊，对你才会开始有该有的那些边界感。那女生这一次是怎么回复的？我们看一下啊。你看你这人啊，真是较真，我就随口一说嘛，你有必要这么凶吗？兄弟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是这个女生在无理取闹？那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个女生的父亲在她童年的时候长期待在国外，她几乎是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的，你还会觉得她在无理取闹吗？所以其实答案非常的明显。焦哥平时做例子啊，就是不可能只是从我给你们讲的这些东西去分析的，还有很多东西我不可能给你们讲在这么短的视频里面，对不对？我是了解得到女方的全方位的信息的，所以答案其实很明显。这个女生她之所以会一直去试探全哥，包括现在都还在干嘛咄咄逼人，其实就是因为她是很缺乏父爱的，她渴望被年上的男人看见，被在乎，被占有，哪怕这些东西的代价是争吵，是矛盾，是歇斯底里的吼叫。这是焦哥接手 case 之后为什么成功率会很高啊？可以说是达到90%多以上了吧。因为我不仅会给女生做一个全方位的性格复盘，我还会根据你的性格会给你做复盘，然后找到你们人性中的那个 bug 点，再带着你们去精准的狙击。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回复呢？肯定不能去高高在上的无所谓了，而是需要去释放一些台阶和铁汉柔情了。我们看我们怎么回复的啊。乖，其他事儿呢我都可以让着你，但是原则性的问题该较真的得较啊。或许等到下一次再看到你做出那些我不喜欢的事儿的时候，我应该就会毫无感觉了，哪怕你再特殊都不行。那这里呢，我们其实不仅强调了自己的底线，也表达了对女生的在意，对不对啊？同时呢，我们打破了女生的心理防线。那女生她很快她是怎么回的？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感觉 Jason 跟我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想问问你，我该怎么去跟他说？拒不拒绝？怎么拒绝？这些都是你的课题，我不想干涉。我能做的只有在你做出决定后给你最大的支持。我们当时这么回的啊。那女生当时也是隔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复了啊。她说了，尴尬死了，刚才没咋吃东西，你能再陪我去吃点吗？最后发来了几张截图啊，大概内容呢就是她拒绝了这一个男生啊。那这一次之后呢，女生跟全哥的关系肯定是有拉近了不少的啊。当然全哥说实话还是不太满意，因为他希望在自己离开香港之前，把这个事情给拍板啊，给敲定，那这样他才能够放心啊。那虽然这种速成的心态，我说实话我一直是不太提倡的。当然一来呢，
权哥自身的条件是 OK 的，二来呢，因为权哥他跟我是续签了半年的协议啊，我能很清楚就是去把控他未来半年的一个走向啊，包括去学习一些管理关系的这种知识，所以呢，我就给他破了一次例，就让他快速那这一天呢，我就干嘛？我就让权哥把这个女生再约出来啊，同行的呢还有权哥在香港的一个朋友。一个女生啊，30岁也算创一代吧，非常漂亮啊，很有气质的那种，气场也很强啊，可以说是整个人非常优秀的了啊。这个呢是我们的刻意而为之。那天呢，其实权哥跟这个就是30岁这个女性呢，她是刚好有一个饭局。那我呢在知道之后啊，我就让她把自己喜欢的那个女生一定要一起叫过来。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咱们接着往后看，你们就懂了。反正这一次之后呢，这个女生就会主动跟权哥去想要去快速的确认关系了。那当天在饭局上呢，这个小女孩啊，确实是挺不开心的，因为毕竟啊，权哥跟那位30岁的女嘉宾已经是多年的交情了啊，很多话题呢，这个小女孩她是插不上话的，而且很多都是讲商业的，对吧？那坐在旁边，她当时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那后面结束了，在回去的路上呢，女生啊，她就一直都闷闷不乐的。那等到权哥把小女孩送回去之后呢，我就让权哥发一条消息过去啊，就说生闷气呢，别装。说实话啊，那女生当时就回复说，是有点不高兴，我是没想到你在香港除了我，居然还有其他朋友，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女生。那我们当时也回复啊，说你要是因为这事儿生气，那你以后可气不完了，毕竟我这种朋友还挺多的。那女生当时直接回复一个说，哦，然后我们就说，但像你这种特殊的小朋友呢，我目前只有一个，所以我今天才会带着你去认识我的朋友，以后你一个人在香港上学有事呢，也能找人帮衬一下。不是让你们互加了吗？这样我也更能够放心的回泰国去了。我希望我的朋友、人脉资源这些都能够帮到你，让你更无忧无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胆战心惊。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女生这一次之后呢，她真的过了好一会儿啊，才回复说，我知道了。话说你能不能多留2天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有点舍不得你走了。OK， 有的兄弟看到这里可能会有点懵啊，觉得女生怎么会转变这么大？因为一个男人最大的魅力就是来自于你永远得让女人知道你身边还有别的优质异性资源。在这个前提下呢，你再去展示你的专一，那么你所有的真诚才是珍贵的，对方才会珍惜。相反，如果你身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异性资源，那不好意思，你的专一只会是一种廉价的，一种卑微的，因为那只是你孤注一掷的乞讨罢了。那这个 case 呢，我就想跟你们分享到这里 ，O 不 OK 啊？其实重点你们要去参透我背后想要给你们传递的东西。直到现在啊，权哥都还在跟着我做提升啊，他的这个课程还没有结束，因为他学了很多两性关系以及一些管理关系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他现在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啊，都很少找我。我说实话，咱还是那句话吧，好吧？想要收获优质关系呢，那咱得首先看透人性。所以说多看教哥，多学人性，多用人性。